很多人把挪亚方舟只看成一个逃避洪水的故事，但实际上那背后是一场关于地上权柄的属灵争夺。亚当背叛之后，把神交给人的地上管理权拱手让了出去。于是神这位创造天地的主，虽然仍然全能，却不会违背自己所设立的属灵法则，随意介入人类的历史。神当然有能力毁灭一切，重新开始，但他要恢复人类，就必须在地上找到一个合法的入口，使他的计划能够继续的在人类中运行。而挪亚正是那个入口，他的存在不是为了活下来，他的身体、他的血脉、他的顺服，成为神继续在人类历史中运行的合法凭据。你将看见这艘方舟保留下来了，不只是8个人和各种活物的生命，更是人类继续在地上承载神计划的资格。洪水审判了一个败坏的世代，却也为神未来的救赎计划保留了一条通往人类的道路。我们继续读查尔斯·凯普斯牧师的3个世界的权柄，今天进入第5章挪亚之约。当你读到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，你会看见在亚当犯下严重的背叛之后，神与人立了一个约。神曾经把地上的管辖权赐给亚当，亚当拥有治理权、权柄和统治权，但他却把这些交给了撒旦。在堕落以前，神来到园中与亚当同行交谈，他们之间有亲密的交通。亚当拥有从父神那里流出的启示性的知识，但是当亚当向撒旦屈膝时，他就把神关在了外面。神发现自己成了在外面观看的那一位，他所爱的人亚当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权柄。撒旦非法地闯了进来，并且在地上作威作福，他已经成了这个世界体系的神，而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极其的邪恶。神设立了一个约，神需要一个合法的方式重新的进入到地上的事物中，所以他与挪亚立了一个约。我却要和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创世纪6章18节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神必须与挪亚立约呢？挪亚有一个身体，而这个身体给了地上某种程度的权柄，因为神在创世纪1章26至28节中所说所做的事，他限制了自己能做的范围。现在不要以为神没有能力做他想做的事，他的能力，但是因为他的话，他不能做某些事。神不能来到地上说，亚当，我要把你和撒旦都除灭，我要把你和那个权柄夺回来，我要把整件事重新来过，再从地上的尘土中造一个人。他不能这样做，因为地上的尘土已经不属于他了，他的人亚当已经把他交给了撒旦。撒旦接着取得亚当的权柄，在地上得了优势，而神却被留在了外面。神不能凭着他神圣的大能来到这里，把他们除灭。他必须在一个范围里行动，使这行动在宇宙最高法庭中被判定为合法。亚当原本是拥有权柄的那一位，直到他犯罪，然后他就成了撒旦之下的人。神借着他与挪亚所立的约，重新获得了进入地上的入口。因为他的话，他能够所做的事仍然受到限制。他开始借着这个约，把一些事情推动起来，与人、活物和地所立的约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、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灭他们。神说，我与你们，并你们
这里的各种活物立永远的约，是有记号，直到万代。创世纪9章8至12节。神把彩虹放在天空中，作为他与挪亚所立之约的记号。第13节，他说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，我甚至要与你从方舟里带出来的动物立约，他们也要延续万代。神立了一个约，并把它设立在地上。你可以看见神又开始行动了，要把事情重新的带回到次序中。他与一个人立约，而人类仍然因此选择拥有某种权柄，人仍然能够在地上运行。虽然他已经在灵里死亡，他仍然有选择权。罪的遮盖，神设立了一条路，使他可以借着流血和献祭来遮盖人的罪。这只是遮盖罪，并没有真正的救赎人。洪水之后，挪亚从方舟里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了一座坛，又栽了一个葡萄园。接下来被提到的是，就是挪亚喝的酩酊大醉。创世纪9章20至21节。从这件事你可以看见，地上仍然有邪恶的辖制。洪水之后，撒旦仍然在工作，一代又一代。人从神创造他时那种公义的状态中继续的堕落下去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，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通往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诗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创世纪11章1、4、5节。请注意，他们并不是要建一座塔，好爬到神的宝座那里。他们说，我们要为自己传扬名。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名声。然后神对他所创造的人说了一句令人震动的话，看了，他们成为一个一样的名，都是一样的言语。如今既做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第6节，神是在说，因为这些人在言语上合一，在一致中行动，所以没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。那些人是敬拜鬼魔的，他们已经离开了神。神谈到他所创造的人时，即使那人已经堕落到如此低的光景，他仍然说，人心里凡能想象的，凡能构思的，他都能够做成。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，他们被分散在全地上，这暂时阻止了他们。他们想象自己能够做成这事，而这种想象继续在人心中增长。在我们这一代，科学接过了这个想象，我们也看见它成就了。1969年7月，我们坐在客厅里，看见神所说的话应验了。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们。人登上了月球。他曾经想象这件事，默想这件事，长久地停留在这件事上，然后他就成就了。他走出太空船，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在了尘土上。神说人能够做到。他说人所能想象的任何事，他都能使它成就。神说没有什么能够拦住人的，甚至连变乱他们的语言也不能。那只是暂时的减慢了他们的速度，却没有停止它。你会看见，在人的受造这件事情上浮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，这与我们大多数宗教观念非常的不同。人被造不是为了成为尘土里的一条小虫，他有能力在与神同一层次的信心中运行。科学告诉我们，人甚至还没有使用自己能力的1/10，只使用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受到那恶者势力的限制。但当人被救赎重生之后，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使徒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
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撒旦无法应付这个新造的人，感谢神。这一章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挪亚之约让我们看见，即使在人类最败坏、最黑暗的时候，神仍然为人留下了出路，使他的救赎计划能够继续存留。但方舟保住了人类的性命，却没有解决罪的问题。洪水审判了败坏，却没有除去人里面的罪性。方舟延续了人类，却没有恢复亚当所失去的权柄。所以神若要真正的恢复人在地上的合法地位，就必须更深的介入人类历史。下一章我们将进入亚伯拉罕之约，你会看见神如何借着一份更深、更具有约束力的血约，为将来耶稣基督的降生预备合法的道路。如果以上内容对你有所触动，欢迎点赞、分享并关注我们的频道云火之境，并把这个好消息转给更多有需要的人。